美东时间4月4日 ，Elon Musk 收购了推特的9.2%股份，从而成为这家社交媒体平台的最大股东。受该消息提振，推特周一美股收盘大涨超27%。这笔交易是马斯克在3月14日派日这天完成的。下一步，马斯克会不会收购 Pi Network？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马斯克，看看这位商业大佬是如何一路走来。正文开始前，请先伸出你的小手，点击派学院订阅吧，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有一位超级天才人生真是传奇，未来有可能成为征服宇宙的男人，他就是 Elon Musk。这位大佬究竟有多牛？彭博社亿万富翁指数最新的排名显示，51岁的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超越了亚马逊 CEO 贝索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富豪，人称现实宇宙的钢铁侠。而实际上，这位首富的人生路也的确像极了漫画和小说中的男主，命运总是跟他开玩笑。成长的道路几多曲折，就在3年前帮马斯克登顶富豪榜的特斯拉公司还在破产的边缘挣扎，而马斯克本人也一度陷入卖房卖车四处借钱的窘境。 I can't sleep every day. 钢铁侠是怎样炼成的？首富昔日为什么要卖房卖车？征服宇宙如何谈起？今天派妹就和派友们一起走进首富的传奇人生，让世界甩在身后的人埃隆·马斯克。1971年6月28号，马斯克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出生，父亲是一个英国和荷兰混血儿，在南非担任机电工程师，母亲出生于加拿大，是一名模特。1980年，埃隆·马斯克的父母离婚，马斯克开始和父亲一同生活。1981年，10岁的马斯克用攒到的零花钱，在父亲的赞助下，购置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私人电脑和一本编程书。就这样，在很多国家尚未普及电脑的时候，马斯克通过一台电脑、一本书学会了编程。12岁成功设计出一个名叫 Blaster 的太空软件游戏，之后以$500的价格出售给了 PC and Office Technology 杂志，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因为拥有如此高的智商，小马斯克上学时经常被同学孤立。最严重的一次，他被同学欺负，从楼梯上滚下，陷入昏迷。每回忆那段经历，他都会忍不住落泪。I was almost killed. If you call it bullying. 1988年高中毕业后，马斯克只身前往加拿大，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18岁成功拿到加拿大国籍，第2年考入位于安大略省的名校皇后大学。1992年转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商业和物理。这一时期，已在商业和物理方面崭露头角的马斯克，又关注到了互联网、清洁能源、太空这3个领域。于是，1995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马斯克又进入了有硅谷摇篮之称的斯坦福大学。毫不夸张地说，这可是真的学神级别，和比尔盖茨、乔布斯一样。仅仅是入学2天之后，为了不耽误赚钱，马斯克也退学了。But I don't think it's super risky, because I talked to the professor and I said, I'm going to try to start an internet company. It might not work, and if it fails, do you mind if I go back to the classroom? He said, Of course, no problem. 当时互联网时代悄然而至，硅谷的一个小集团随机天使愿意给马斯克与弟弟卡姆巴出资创办 Global Link 公司。这家名为 Global Link 的公司后来更名为 Zip2。说了这么多，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有点像是现在的点评与 Google Maps。举个例子，当你搜索披萨时，肯定是想找离你最近的披萨店。现在你会觉得这个解决方案很直接，但那个时候还没有点评，也没有 Google 地图。马斯克不满足于此，再后来他们又扩展了业务，可以给媒体网站发布信息使用。作为 To B 面向企业为企业提供服务的服务，迄今仍业界知名的《纽约时报》和《芝加哥邮报》都是两兄弟当年的客户。随着 Zip2 的业务壮大，1999年 Zip2 公司
被美国电脑制造商康柏公司以3.07亿美元现金和3400万美元股票期权收购。28岁的埃隆·马斯克在这笔收购中获利2200万美元。面对如此巨额的收入，年轻的马斯克想都没想，就马不停蹄地投入下一个项目 X.com。这个项目后来拥有了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名字 PayPal。来说说这个 PayPal 的功能，我们不难理解。X.com 是一个网络银行。在工作中，马斯克发现另一家公司和他们的业务非常类似，尝试合并。这家公司叫 Confinity， 由 Peter Thiel 和 Max Levchin 创立。注意，这里的 Peter Thiel 就是大名鼎鼎的 Zero to One 的作者。合并后，公司更名为 PayPal， 马斯克也成为 PayPal 的最大股东兼 CEO。一时间，计算机领域的大佬云集。好日子没过多久，这艘银河战舰出了问题。2000年底，在马斯克外出休假度蜜月之时，反动派们在公司内推选出了 Peter Thiel 当 CEO， 替换掉了马斯克。惨遭背叛的马斯克，慢慢地淡出公司的管理。2002年 ，eBay 以15亿刀收购了 PayPal， 马斯克依然是 PayPal 最大股东。他选择了套现卷款1.8亿美元走人。此时的他仅31岁。毫无疑问，当时的马斯克是一位超级富豪。很显然，这位富豪对钱没有兴趣。在演讲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人生理念：成为墓地中最有钱的死人，对我毫无意义。我在乎的是每晚入睡前告诉自己，我在做超酷的事。星辰大海永远是男人的浪漫。已经赚够了钱的马斯克决定去造火箭，想去宇宙的尽头看看。2002年下半年，马斯克物色到了很不错的火箭专家，在自身厌倦了 NASA 这种政府机构的缓慢节奏和官僚制度后，同马斯克一拍即合，一同出来创业。知名的私人航天公司 SpaceX 由此诞生。他着眼于廉价的火箭发射技术，让发射火箭也可回收重复使用。这批有着星空梦的男人，用平淡的语气喊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让我们带领人类殖民火星吧！现在有人在你耳边说，我想去火星住一起呀，大家都会说怕不是个疯子吧？当时的马斯克的疯狂言论，也是令嘲讽和质疑声不绝于耳。纵使马斯克此时已是知名的企业家，但一个私人企业去涉足航空航天这样的国家命运，大家肯定都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You know, there are American heroes who don't like this idea. Neil Armstrong, Gene Cernan have both testified against commercial spaceflight and the way that you're developing it, and I wonder what you think of that. Now is the time to overrule this administration's pledge to mediocrity. I was very sad to see that because those guys are, those guys are heroes of mine, so it's really tough. They inspired you to do this, didn't they? Yes. And to see them casting stones in your direction. It's difficult. 就这样，时间到了2004年 ，SpaceX 正在技术攻坚之时，马斯克自己开了个小差，个人投资开办特斯拉，要做电动汽车。马斯克坚信电动汽车是汽车业的未来，而自己是这个格局转变的推进人。在新能源车的策略上，马斯克下了3步棋：超高性能酷炫，但是受众小的电动跑车；高性能的中等汽车，如特斯拉 Model S；大众化的经济型电动汽车特斯拉 Model 3。电动车和火箭，别看马斯克今天这么成功，各大营销号纸媒短视频如今也看好新能源和航天科技领域。在2008年那会儿，这个最具梦想、最具前瞻性，同时也是最艰难的2个领域，让这个天才梦想家狠狠地摔了个跟头。就在08年上半年， SpaceX 公司研发的猎鹰1号运载火箭3次发射统统宣告失败，放了烟花。马斯克在 PayPal 公司赚来的钱，在轰鸣声里付之东流，只得变卖自己的跑车和私人财产，一无所有后，他搬进了朋友家中。一切似乎真的如同那些唱衰者所认为的那样，马斯克的火箭计划屡遭磨难，几乎夭折，群众沸腾了，嘲讽谩骂更加汹涌澎湃。不断的有新的人站出来分析，觉得他的太空私营计划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不少人也对他的失败落井下石，在当时舆论的嘴里，马斯克变成了一个贩卖噱头、兜售虚假希望的骗子。更糟糕的是 ，SpaceX 所剩余的资金只够支持最后试射2次。与此同时，特斯拉这边也没有带来任何好消息 ，Roadster 迟迟没有发布。一些商业大佬都开始戏称特斯拉电动车将是2007科技公司中的最大失败。同年，马斯克的8年婚姻也走到尽头，再加上经济危机也在这个时候席卷整个美国，特斯拉的融资路被堵死。据测算，那时的特斯拉需要完成新一轮融资，才能够在2008年存活下来。有一个网站还做了一个特斯拉死亡倒计时，专门等着每个月要花费400万美元左右的特斯拉倒闭。在和投资人周旋的同时，马斯克开始私下求助朋友比尔里和谢尔盖布林，分别投资了200万和50万美元。然而，这点钱完全是杯水车薪。特斯拉甚至开始向购买了 Roadster 的顾客收取预付款。马斯克需要这些钱才能让公司继续运转，但是很快这些资金也用完了。为了给投资人一点信心，马斯克竭尽所能，将自己仅剩的财产和资金投入了公司。2008年10月，第一批特斯拉 Roadster 下线并开始交付，但是原计划售价10万的 Roadster， 实际成本却高达12万，和既定的7万成本相距甚远。马斯克不得不将售价提升至11万，这一举动引来预定客户的极大不满。在洛杉矶举行的客户见面会上，马斯克遭到了购买者的围攻。不过，即使将售价提高1万，特斯拉依旧面临赔钱卖车的窘境。随后，特斯拉用了8周时间，将一辆 Smart 改装了一下，底盘、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组装成电动车。戴姆勒被其先进的技术打动，最终投资了7000万美元收购特斯拉10%的股份。两家公司也进入更紧密的战略合作阶段，故事稍稍有了转机。不久，特斯拉又与丰田签订合作协议，为丰田提供电池组及电动发动机。此时，马斯克疯狂的冒险精神也在这个时候展露无敌。他将自己留存的所有资本拿出来投资特斯拉，这也是一次让马斯克自己都觉得后怕的赌博。为了维持现金流，自己仅存的6000万美元，马斯克又投了进去，用于生产和工程的流动资金。但是也许正是马斯克不计后果的投入，面对压力时的坚持到底，让他所热爱的起死回生。2008年下半年 ，SpaceX 第4次发射成功了，火箭完美的把东西送入轨道 ，Ready to launch， Launch successful， Ready to launch。在这一激动的时刻 ，NASA 说 Fuck it, let's give this guy a try。骂完后 ，NASA 迅速与 SpaceX 签订了12亿美元的合同。之后 ，SpaceX 的20余次发射皆成功，而且具备能力将飞行器发布到指定轨道，并在使用完后将其返回技术。SpaceX 也成为继美、俄中之后第4个可以发射和回收航天飞行器的组织。稍微不同的地方是，第三者是国家，而 SpaceX 只是个公司，属于首富的财富雪球开始滚动。2010年6月，《纽约时报》爆出马斯克已濒临破产。几天后，特斯拉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净募集资金约1.84亿美元。马斯克在账面上赚了6亿3千万美元。特斯拉成为自1956年福特汽车首次公开募股以来，第一家上市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也是仅有的一家在美国上市的纯电动车独立制造商。2012年，特斯拉 Model S 取得了最大成功，特斯拉的股票飙升。同期，特斯拉收购的太阳能公司 SolarCity 上市，市值一度成为60亿美元的公司。2015年，特斯拉推动电动 SUV 车型 Model X， 它的车门会像猎鹰一样向上折叠，这个车型也非常成功。2016年，特斯拉公司的收入飙升到70亿美元，员工人数已增至18000人。2018年10月，特斯拉宣布，2018年第3季度实现销售收入61亿美元，净利润3.12亿美元，远远超出华尔街的预期。特斯拉就这样成为了全球最酷、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平台。
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市场的潜力自然没有逃过马斯克的眼睛。2017年，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占到特斯拉总收入的17%。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总体占到世界50%的份额，尤其是纯电动汽车已经占到世界60%的份额，这是一个前景极其广阔的市场。2018年7月，特斯拉进驻中国，正式落户上海临港，这对于特斯拉意义非凡。有了上海超级工厂，特斯拉的全球制造业规模将扩大1倍。除了众所周知的特斯拉和火箭公司 SpaceX 这2个屡次上热搜的项目之外，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马斯克还创建了 Boring Co 公司，为了实现可植入的脑机接口，又创立了 Neuralink。What is the goal？ 还联合创立并资助 OpenAI， 一个业内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这个将世界甩在身后的男人，我们很难断言他的下一个商业帝国会从何崛起。如今投资的哪个项目会成为时代新的方向？这个时代下，马斯克以一往无前的狂热、偏执、勇气和坚持，同他的浪漫与理想主义情怀，为他在这个世界造一个梦。在这个功利的商业化时代，为整个人类和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不可能领域，也用行动证明人如果拥有梦想，那就大胆地去前进吧，未来会有无限可能。